我们今天来聊聊整理收纳。说到整理，很多人会想到断舍离，但其实你不用特别去执行断舍离，或是成为极简主义者，也一样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，打造自定义的顺手感收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olly。身为一个有一点堆积强迫症和洁癖的人，我一直都没有收纳方面的困扰。但是呢，我之前呢在 IG 上面有分享一些收纳的影片，会收到一些网友们的询问，私讯我，希望可以跟我学习更多有关收纳的技巧。于是我今天就来分享5个简单又实用的收纳技巧，是我长期实践觉得好上手又容易落实的整理心法，希望可以帮助你的家整理得更加的舒适整洁。每个空间都有它专属需要收纳的物品，我会先将东西分成3类：经常、普通、少用。依序使用频率的逻辑来安排摆放物品。以玄关为例，不用弯腰，站着就能拿到的高度是最舒适方便的位置。我会拿它来放经常使用的物品。普通使用的物品则是往下放，依据每个家庭出门的习惯，决定放置什么样的物品。像是我们家是安全帽、雨伞、各种大小的购物袋，还有小孩外出的包包，都统一收纳在这一区。我们家有做一个开放式的鞋柜，会放1到2双最常穿的鞋子，而普通少穿到的鞋子会放在门片的后面。如果你担心鞋底会用脏地板，可以使用这种 EVA 的防尘垫来隔绝脏污和灰尘。有时家中空间收纳不足，没有办法把所有的物品都收纳在范围之内，那就往外往最近的空间去延伸。像是我们家的阳台和浴室放不下洗衣篮，我就将它安排在位于中间的储藏室。当我们要洗澡时，衣服脱了就可以直接走进去洗澡，洗衣服的时候也可以直接拿去阳台。之所以叫自定义的意思，依据你家的动线和生活习惯去设置的收纳，方便拿取、流畅的顺手感是优先条件。其次，再决定要不要换一个漂亮一点的收纳盒，是否要统一收纳的大小都是次要的条件。这样做的好处，不仅可以快速的建立好收好拿的习惯，同时也解决收纳的需求，让空间充分利用。再举一个例子，像是玄关的收纳柜，上层是我常用外出包，中层是我儿子，下层是我女儿，但没有我先生的。儿子上小学后，书包放不下这一区，我就把这一格拿来放英文补习班的课本。孩子在餐桌写功课，方便拿取，课本也不会长时间被摆放在桌上。这个小空间就被我自定义新的功能，也解决收纳的问题。大家可以发挥创意，自定义收纳空间，像是充电站、酒水区、工具区等等，都可以被收纳在你觉得顺手的特定范围内。我们来聊聊抽屉吧。抽屉是关起来就看不到的空间，一不小心就会变得乱七八糟。我会用小型的收纳盒来做分隔。让大家看一下我们家的抽屉分类盒里面有哪些。这个是浅抽屉盒，各种不同的尺寸，有一个分类格，你可以依序它已经设置好的地方去做你想要的尺寸分类，也是无印良品的。这是我把它拿来放厨房的抽屉，餐具、刀啊、叉各种的分类。然后我觉得它好的地方是它做圆角的设计。然后我自己呢也是有把它拿来放文具，像是一些笔啦、橡皮擦啦等等之类的，我觉得还蛮好用。然后另外呢，这个就是比较高一点，也是圆形半透明的分类格。这个大创呢跟无印良品都有在卖食物保鲜盒，你可以把上面的盖子拿下来之后，可以拿来放一些茶包啦，或者是一些即时饮用的那种包，我觉得还挺好用的。这个也是在大创买的，它已经里面事先就已经做好分隔了，所以我觉得还蛮方便。但缺点就是它不能移动，所以你也可以看看你喜欢可以移动的还是不可以移动。像是我们家也会使用一些包装纸盒拿来做分类格。
然后这个是装我儿子的玩具，像里面它就叠一个小的，叠在上面这样子。这是我放在衣柜的抽屉里 ，IKEA 的衣物分隔，我会拿来譬如说装睡衣啦、内衣裤啦、袜子等等之类的。然后它也是有做各个尺寸，我觉得蛮好用，而且很便宜。这个是无印良品的档案收纳盒。那我觉得它很适合做直立式的收纳，因为它很深很高，所以你东西就可以从这边直接这样放下去。厨房的保鲜盒来放，我觉得非常方便。我们家针线盒因为面积实在是太小了，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想限制你的收纳物品在这一个范围内，但是你的高度其实是可以往上涨的时候，这就很适合，就只需要把东西往里面放。同一类型的东西可以放一格，可以分为数个区块。对了，厨房收纳我也会专门做一集。我在网络上看到这种用橡皮筋做的分隔层的方法，我自己是觉得还算实用，但外侧就没那么好看了。抽屉收纳的大原则就是，当抽屉拉开时可以一目了然，无需花费时间一一的翻找，是最省时又省脑的收纳方法。我其实是一个很懒散的人，但在顺手整理的行为背后，我是有获得好处的。而这些好处就是事先做好准备，后续使用起来会非常的轻松。为了让我可以更懒散，我愿意把这些行为自动化，让日常使用东西不用思考就可以顺手归位，未来就不用花很多时间来回的走动找东西。像是厨房和办公桌在使用的时候可以凌乱，但我使用完毕后一定会将物品顺手的归位。刚开始养成顺手归位是需要有意识的执行，大脑会随着时间推移，身体会慢慢的形成惯性，顺手做就不会感到有压力或是负担。好处是第二天早上起来看到干净的客厅、干净的厨房、干净的工作桌，心情就会自动开启美好的模式。我们家会定期整理书籍和衣物，孩子太小的衣服会拿去做捐赠，或是重复当抹布再利用。少用的电器和物品会询问亲友们需不需要，或直接做回收。虽然我没有在执行断舍离，但我们家在购买东西前会问自己几个问题：我是需要它，还是想要它？拥有它会为我带来愉快吗？还是只是暂时性的欲望呢？这个物品适不适合我们家当下的状态？每次这样思考一轮后，你会发现，其实真实生活中需要的东西没有这么多。减少拥有会让收纳变得更加的容易。整理收纳不是为了变完美，而是让生活更轻松且愉悦。希望以上的5个收纳技巧有带给你一些灵感，帮助你的家更舒适整洁。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接下来我还会分享更多分区的收纳，还有细节的应用。如果有特别想要看的内容，欢迎下方留言跟我说。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咯，拜拜。Hello， 我是 Colly。身为一个有对齐强迫症和一点洁癖的人来说，我为什么？身为一个有对齐，明明都写好了，但我就是觉得很羞耻。我们来聊聊抽屉吧。希望以上5个灵感。希望以上5个收纳灵感有帮助你。我就看着你念好了，有帮助你一些收纳。我已经不想录了。